常言道，天分阴阳，人分男女。花其实也分阴阳，家里养花，特别是子女在外工作的，一定要多养阳性的花，这样能阻止阴气重的东西进入家里，让子女平安顺遂，无病无灾。那么哪些花是阳性的花泥？今天花花就详细介绍4种。影片后半部分也会介绍一些阴气重的花，希望给你家庭养花提供一些参考。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并点赞花花，避免错过精彩内容。1. 虎尾兰。虎尾兰是家喻户晓的绿植，但它一直稳居花卉市场的前几位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也是镇宅辟邪的绿植，因为其叶片上的斑纹看起来像虎纹而得名。老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镇宅猛兽，所以很多家庭都喜欢在墙壁上挂上一只老虎的画，用来安宅辟邪。虎皮兰有老虎纹路的样子，但又不像老虎一般煞气十足，因此在家里种上一盆，既能镇宅又不破坏风水。另外，虎尾兰叶子的形状像龙骨，叶片又很坚硬，很像古代的兵器宝剑。宝剑自古就有驱邪驱鬼的风水作用，所以家里养一盆虎尾兰的话，对于镇宅、安宅以及全家的平安健康都有积极的作用。养虎尾兰的意义除了辟邪安宅外，还有一个乐趣就是，每当看到花盆内有翠绿的小钢芽冒出来的时候，都能感受到顽强的生命力，勃勃的生机，让人也瞬间充满了能量。这也许就是养护植物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喜悦和感动吧。那怎么样让虎尾兰的小钢芽蹭蹭的冒出来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养的虎尾兰一直不肯出侧芽和新芽呢？其实除了养护技巧外，还有一个养护的要点是大家容易忽略的，也正是这个点影响了虎尾兰出新芽。这个点就是配土。因为虎皮兰的根系十分强大，所以即使是劣质的土壤，它也能生存，但也仅仅是生存。如果想要看到满盆翠绿的小钢芽的话，还是需要使用颗粒土。因为它属于浅根植物，而它的侧芽都是从花盆里面的横向根的地方长出来的，所以太硬的土壤，小芽就很难冒出来，就算偶尔长出1、2个，也会非常瘦弱，无法长成健壮的叶片。2. 仙人掌或仙人球。仙人掌这种植物耐寒耐旱，它的祖先一直生活在干旱的沙漠区域，是一种驱邪化煞的植物，也被称为聚阳的利器，所以家里养仙人掌的话，阴气重的东西都不敢靠近。除此之外，仙人球的刺，风水学上讲就是会犯尖角煞，如果摆在阳台上可以化解外面的煞气，但也正因为它身上长满小刺，放置的位置不恰当的话，就会影响风水气场，比如放在家里的财位就不适合。所以我们养仙人掌最好放在阳台上，不但养得大，养得壮，也会让家里的阳气越来越旺。既然我们养了仙人掌，就要把它养好，而养好仙人掌要注意通风、光照、浇水这3个方面。首先，通风对于多肉植物的仙人掌来说至关重要，因为通风良好是仙人掌不生虫害、不烂根的良好保障。很多家里养仙人掌养着养着就死了，大部分都是烂根了。烂根的主要原因就是浇水后通风不畅，水分一直在盆内，进而导致烂根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仙人掌放在室外养护是最好的环境。其次，养好仙人掌的条件是充足的光照。仙人掌是在沙漠地区都可以生长的植物，所以能多晒太阳就多晒太阳，这是它长大长肥的关键。更关键的是，光照是让仙人掌开花的必要条件，所以想要早点开花的话，就尽情的给它日光浴吧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仙人掌的浇水。如果我们掌握不好浇水的频率或者时机的话，就记住命干物湿4个字。因为在沙漠区域生长的植物，它根本就不怕渴的。但其实判断仙人掌浇水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摸一摸叶片上的刺，如果刺已经不再坚硬的话，就可以考虑浇水了，但也不用马上就浇水，再等1、2个星期再浇也没关系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的话，不要忘记给花花一个爱心鼓励。3. 玫瑰花或月季花。古语有云，花之月，
月能开者，受阳气全也。说的就是月季花。俗话说得好，花旺人，人旺花，互相衬托，互相成就。所以当家里的花养到满墙盛开的时候，家里的运势一定很好，人丁一定兴旺，家人一定平安健康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满墙的月季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由衷的喜欢，都会感叹生命的顽强与美好。这其实是人下意识的反应，每当我们遇到与生命合拍的东西，让我们有正能量的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情不自禁的欣喜，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。这其中的原因，除了玫瑰花自身非常美丽漂亮外，还与玫瑰花本身就是阳气重的花有很大关系。不但如此，不同颜色的月季花还有着不同的功效。白色月季花属金，有助于调整人体呼吸道；黄色月季花属土，对肠胃有益；蓝色月季花属水，有助于调理肾脏和心脏；绿色月季花属木，可调节肝脏功能，有益眼睛健康；红色月季花属火，有助于改善心脏血液循环，对于血压较低的人尤其有益。养护玫瑰花也好，月季花也好，最容易遇到的就是虫害的问题，而产生虫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通风不好。如果通风好了，根系没有沤根的话，一般月季花是不会有虫害的。所以最好养护月季花的环境就是室外的露天养护。我们可以养在花园里，也可以养在没有封闭的阳台上。那室内养护月季花的话，要怎么尽量避免虫害呢？第一，我们要放在通风的位置，并且保证气流通畅。第二，避免频繁浇水，一定要等盆土干透，也就是叶片颜色变淡，失去光泽，以及盆土2至3厘米的地方都已经干燥的时候再浇水。第三，要注意修剪，剪掉枯叶残枝，以保证植株通风良好。而想要月季花开花的话，多晒太阳是开花的基本条件，所以一定要放在南阳台养护。如果家里光照不足的话，非常不推荐养月季花或者玫瑰花。4. 朱顶红。朱顶红又称石斛兰，被视为风水宝物，拥有许多祥瑞之处。其在风水方面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美丽的花朵上，更在于其传统意义与现代认知的结合。首先，朱顶红的花语代表着纯洁和高贵，因此常被视为吉祥之物。在风水学中，朱顶红被认为具有招财进宝、辟邪避凶的功效。其艳丽的花朵不仅能够点缀家居，还能增添生活情调，营造愉悦的氛围。此外，朱顶红在中医传统中也被视为一种药材，具有滋阴润燥、补肾养血的功效。在风水上，朱顶红常被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，以带来生机勃勃的气息，增强家居的活力和福气。而朱顶红又大又红的花朵，则是让人欲罢不能。把朱顶红养到开花，花花提醒你注意以下这些要点。朱顶红喜欢明亮的阳光，但要避免暴晒。在春夏季节，可以选择在室外或阳台放置，让其接受充足的阳光照射。一般适宜它的生长温度一般在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，所以在冬季寒冷的地区，要确保室内温度不要过低。此外，保持空气流通是朱顶红健康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定期通风可以避免积水和潮湿的环境，是保证不烂花球的前提。而在生长季节的春季到夏季，可以每个月施一次液体肥料，促进它的生长和开花。除了上面介绍的几种阳气重的花之外，芦荟、桃花、向日葵、君子兰和牡丹花等也都是阳气重的花卉。阳气重的植物我们可以多养，阴气重的植物建议少养或者不养。下面就介绍一下阴气重的植物，快看看你家有没有。阴气重的植物：1. 彼岸花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彼岸花，它一直被称为冥界4花之首，花朵鲜红绚烂，花叶不同株，寓意阴阳两隔。传说它散发出来的花香有魔力，能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。它还象征着离开人界的魂的指引与安慰，但也被视为最不吉利的花之一。2. 荼蘼。世人都认为它是不吉利的花，一般都象征着美好的事物终将消逝，留下凄凉回忆，所以也被认为是阴气重的花之一。家里养它，据说容易招来不好的东西。3.
曼陀罗，冥界四花的另外一个，它不仅花语恐怖，还具有剧毒，所以在家中种植时要格外小心。此外，不同颜色的曼陀罗花花语则不同，紫色代表恐怖，蓝色代表诈情和骗爱，黑色代表黑暗、死亡和复仇，可以看到每一种是好的寓意。另外，曼陀罗具有剧毒，误食后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中毒症状，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昏睡、痉挛甚至昏迷死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水晶兰、海棠、绿萝等也常被认为是阴气比较重的花。如果刚巧你家里正好有这些阴气重的花，可以帮一条红色的丝带，能减少一些负面的影响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如果你对此类内容感兴趣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